今天呢，我们聊一下粥。一说到这个粥的话，南北肯定都是有差异的。例如说，北方的粥更多是这种白味的和甜的，像什么小米粥啊、白粥啊、八宝粥，更多是甜为主。但南方就不一样了，南方的粥更多是咸的，像我们常吃的皮蛋瘦肉粥、鱼片粥或者鲜虾粥。今天呢，我就请北方的朋友看一下南方的粥是怎么做的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做一个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吃的香菇鸡肉粥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将这个鸡腿去一下骨头。这个呢，你可以用鸡胸肉或者用鸡腿肉，我觉得鸡腿肉好吃一些。鸡胸肉呢，有时候它会比较柴一点。然后这个皮呢，我们稍微处理一下，这个皮也是不要的啊，剁成小块啊。好，差不多大概剁成之后呢，我们给它腌制一下，给少许的盐，给花雕酒，这个白胡椒粉，给它揉一下，泡的这个姜丝的这个水给它加进去，这就像姜葱水一样，我们给它加一点。可以让这鸡肉更加的嫩，加点姜丝进去一起去腌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加点土豆淀粉。好的，生粉弄完之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油给它淋面一下啊。好的，鸡肉蓉就腌好了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米。好，这个是淘过的米啊。正常一般我们熬粥的话，这个水的比例是1:12或者1:10都可以，看你吃的稠还是稀一点啊？烧开以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这个花生油。其实熬粥的话，一定要给点油。油呢，第一可以让这个米啊更加的香，第二呢，它可以让那个水啊更加的浓稠。啊，这个骨头千万不要丢掉啊，直接放在粥里面一起去煮它，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粥熬出来更加的香啊。大概个18分钟，这个米微微在爆开之后呢，我们下入姜丝、鲜香菇倒进去，一起去熬它。这个粥熬融之后呢，我们把这骨头雕出来。如果小朋友的话，建议给他加点胡萝卜粒啊。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提前腌好的鸡肉啊，给它放在锅中，烧开之后呢，我们熬个2分钟。现在开始调味啊，给少许的盐，我们给少许的白胡椒粉。如果是小朋友吃呢，你可以不用加这个胡椒粉了，给它搅拌均匀，熬个2分钟。好，出锅以前呢，我们撒点这个生菜就好了。小时候呢，你们都看过动画片啊，那个大力水手吃什么？吃菠菜啊。今天我们就做一个菠菜猪肝粥。好，这波呢，我们把猪肝腌一下，给少许的盐，提前腌制一下。对，猪肝你就切成片，但是不要切得太薄哈，太薄的话它很容易就老掉了。给点白胡椒粉，这个白胡椒粉可以稍微多加一点点啊，因为它会压住它的腥味。同时还再加点那个姜丝，再来点花雕酒。好，这样给它揉均匀。好，揉匀之后呢，我们给点少许的土豆淀粉，给少许的油。这个呢可以用花生油和大豆油都行。好，这个猪肝就腌好了。其实，在南方熬粥的话，更多是用这种粘米，但是你在家里面熬粥吧，不可能专门去买一袋这种粘米来熬粥嘛。今天我就用家里面普通的米来熬。米呢，我们稍微给它淘洗一下。熬这个粥呢，一定要开水下锅，最好是找个砂锅来慢慢熬。刚下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搅动一下，不然它很容易粘锅哈。其实我们在酒店熬粥呢是用米汤来熬，为什么用米汤？因为它会更香一些。在家里面就直接一次性用清水来熬。我现在加的是花生油，来几滴，这样呢可以让你那个粥呢熬出来更加的浓稠，更加的香。好，我们熬到这个米开花之后呢，我们下点这个姜丝，再用中小火慢慢去熬它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米煮了，这个时候它已经是烂的状态之后，我们开始下入这个猪肝。好，再下点菠菜，给少许的盐。好，我们再来点胡椒粉。好，如果你家里面有什么鸡精鸡粉呢，可以再加点鸡精鸡粉啊。好，我们再来几个枸杞，大火来熬个2分钟，这个粥就好了。第3道来做一个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做的蔬菜粥。今天做的蔬菜粥呢，用的是这种菜心啊。直接把菜心切碎就好了。这个可以根据你的爱好，比如你可以加什么生菜啊、小棠菜啊、菜心啊都可以啊，根据你的需要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就下入米。这个呢就不用加油了，因为青菜的话，我们吃这种比较素的、纯素的哈，就不用加油。好，这蔬菜粥呢不需要调味的，我们把这个粥呢熬融之后呢，就加入这个提前切好的菜心，下入菜心，我们再熬个2分钟，可以了。第4道呢，我们做一个这个鱼片粥哈，五谷鱼片粥。
第一步，我们改一下这个鱼片。今天我们选用的是鲈鱼，就你可以用草鱼啊，或者是桂鱼都行。好，这个鱼排呢，我们稍微给它取一下，顺着这个鱼排一切，其实这就去的比较干净了。如果是草鱼呢，这里还要再去一下，这里还有骨头，但是鲈鱼它就没有了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片一下鱼片啊。这个鱼呢比较小，所以说我们稍微给它可以片成2片为1片，这样的话鱼片显得大一些。这片鱼的时候，我们刀啊就是斜着，大概是45度就好了，不要片断。接着第2片把它片断就好了，这样的话每一片鱼片它就比较的大一些。接下来把这鱼排稍微给它宰断啊，待会儿我们要熬一个这个鱼骨汤，这个汤也不要浪费了，用这个汤来煲粥。好，片好的鱼呢，我们给它冲洗干净啊，洗干净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水啊给它稍微给它吸一下。好，我们把这鱼片的水吸干之后，接下来腌制一下。好，我们腌鱼呢，先给点这个盐、咸鱼、淡肉。鱼的话，它的吃的盐分呢要比普通的猪肉啊、鸡肉多一些。那给少许的花雕酒，一定要加这个白胡椒粉，因为鱼的话它是比较腥的哈，有点像淡水鱼。加点姜葱，去揉一下它。好，我们揉匀之后有点出胶之后，给少许的姜葱水。姜葱水它也是去腥的。好，水揉进之后呢，我们再给少许的土豆淀粉。如果你想再嫩一点，可以加点蛋清啊。把粉给它捏均匀，揉均匀，再来点食用油给它淋面一下。好，这个鱼片就腌制完成了。好，这步将锅烧热之后呢，润一下，我们要煎个鱼骨。好，烧热之后倒出来，少许的凉油，再搭配点猪油哈。把这个鱼骨放进去，开最大的火。好，来2片姜，2段葱。这个鱼呢一定要煎一煎啊，它才会发白。这个汤多煎一下。好，在这我们加入开水，我们盖上盖子，开最大火让它去冲一会儿。好，冲了2分钟之后呢，我们把盖子打开，这个肉呢我们给它捣碎，给它过滤一下，把多余的鱼刺给它过滤掉啊。这个鱼刺是下不去的，给大家说一下哈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看见没有哈？这个汤可没有什么1勺3花淡了，也没什么科技狠活，自然就会白哈。好，水开我们就下米，给它涮一下。好，这个粥差不多熬融之后呢，我们下点姜丝、冬菜，我们加一少许的冬菜。这时候我们下入鱼片哈，其实呢，这时候粥温度比较高，我们稍微给它只要烫一下，放在里面，将它全部淹没住。给少许的这个胡椒粉，冬菜里面呢，它吃成有些盐味啊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少加点盐就够了哈，不要加太多，再补充点盐。这时候你要轻一点，鱼片很容易搅烂哈，我们轻一点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撒点这个芹菜花和这个葱花，这个鱼片粥就做好了。有多少人的 QQ 网名是皮蛋瘦肉粥？今天就做一个皮蛋瘦肉粥，让大家回味一下。这个肉片你切小一点，切成这么大就好了。你可以切成肉丝或者用小肉片都行。我们给少许的盐，好，加点少许的白胡椒。这个肉片如果你不腌的话，它会非常的老，尽量给它腌一下。和这个花雕酒，接着我们给点这个姜葱水。肉加水呢，也可以让这个肉嫩，而且呢，姜葱水它可以去腥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水抓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加点这个土豆淀粉，这样的话它下锅的时候会形成保护层。再来点明油，再来点普通的植物油、大豆油也行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米，烧开以后呢，滴几滴少许的花生油。好，我们将这个米呢熬到这个开花之后呢，我们下入皮蛋，这个呢是3个切碎的皮蛋，尽量让它熬一会儿，让这个粥呢有皮蛋的味道，而不是说起锅前再加皮蛋，这样的话它是没有味道的。多熬一会儿，再来点姜丝。这个皮蛋是我提前切碎的，就是你可以切那种生的皮蛋，它只是说稀一点，也可以说把它蒸熟了再来切，切成这种块儿就好了。好，加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接着熬。
接着来熬融之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肉片哈，下入锅中，迅速向一个方向去搅拌它，给少许的盐，来点这个胡椒粉，好，最后我们再撒点葱花，这个粥就熬好了。最后一个呢，做一个盖板的鲜虾粥。 主要是在家好操作，这些食材都好买啊。这步呢，我们将这个虾呢，虾枪给它切一下哈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扎到人的嘴。这时候改一下刀，从这个尾部给它片开。啊，这个不要片乱了，大概就像开片虾一样。将这个片好的虾，把它虾线稍微给它洗一下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米，一定要烧开再下米啊。如果你是冷水下锅的话，很容易粘啊。 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滴几滴这个自酿的鸡油，你没有了，你加花生油或普通的色拉油都可以啊，可以让那个粥呢更加的香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调到小火，这个拿到旁边去熬。我们现在焯一下这个贝类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在锅里放点清水，给2片姜片、葱段。这个呢是一种贝壳，叫美贝哈。我们现在给它焯一下水。 如果你没有这种呢，可以去放什么花甲、蛏子都可以哈。再来少许的花雕，好，爆开口之后呢，将它捞出来，我们给它清洗一下。好，这一步呢，我们把这个虾呢在锅里给它炒一下。这个铁锅呢，经常要润油、润锅。好，倒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加入这个鸡油，下个2片姜，提前 洗好的虾给它爆香一下，这个呢，待会儿爆过之后，我们再拿去熬之后，它会更加的香哈，就比你直接这么生的放在粥里面去熬要香得多。好，现在将它倒出来，我们熬到这个米开花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贝壳给它下进去。好，我们稍微来点这种姜丝。 来点这个切碎的干香菇丝，好，一起去熬它，搅转哈。这个时候再下入虾，这个大的姜片给它雕出来啊，这个不要放进去。好，给它烧开继续熬它。这个时候下入这个冬菜，再给少许的盐。如果你家没有冬菜，你就不要放。这个时候也要加点花生酱哈，这个花生酱调味之后加点花生酱。 胡椒粉，好，先给它搅拌均匀。哇，巴适得很哦！这个冬菜呢本身它有盐味，所以说你调的时候呢盐要少放一点啊。2分钟过后呢，我们最后再撒点什么呢？出锅前撒点芹菜碎、葱花，还有这个香菜末啊。你不喜欢吃香的朋友可以不用加啊。好，好了。 好了，最后一个粥呢就熬好了，现在给大家尝一下味道。这个虾好巴适啊！点粥，吃点虾。这个粥呢要趁热吃，但是呢要吹着吹着吃啊，你别马上就粥在嘴里，待会儿被烫伤了你要找我啊！吹一下，吹一下。 入口之后呢，你感觉到这个粥其实它是非常的鲜的，因为它里面有虾、有贝壳、有香菇，还有这个花生酱，你看组合在一起的话，它喝起来是很鲜的。这个粥呢又软软糯糯，非常的暖胃。之前呢有很多朋友问我，阿伟啊，你能不能出一期关于这个老人和小朋友吃的东西啊？我觉得这一期就非常不错，就是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，你熬点粥可以让自己的胃啊更加暖和一些，非常的不错啊，推荐给大家。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，你就肯定要说我没有砂锅，能不能做？能做哈，你用你的电饭煲。
调这个那个什么电脑有个煮粥模式，大概有个30分钟、40分钟都能把它做出来。希望这期呢，就希望大家都能喜欢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偶像。